据报道，欧盟已经决定派出几位官员赴华进行更多谈判，争取找到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替代方案。与此同时，法国部长被曝即将访华，就中方对白兰地等行业展开新调查等相关事宜进行讨论。法国在欧委会对华电动车关税投票中投下了赞成票，现在派部长来华，要与中方谈什么？ 据报道，欧盟已决定派遣官员赴华举行更多会谈，旨在找到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的替代方案。消息人士透露，欧盟官员赴华，表明双方的谈判出现了一些势头，但替代方案的讨论仍然很复杂，方案仍在敲定的过程中，欧盟需要与中方进行协调。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石小丽对深圳卫视分析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去年10月份，欧盟对华发起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后，中方呼吁通过对话磋商解决贸易争端，但欧方回应并不积极。直到今年6月，欧方发布初步裁决披露文件后，才启动与中方的正式磋商程序。而且，欧方一边磋商一边仍在调查，拖延的意图较为明显。 不过，中方也做好了在仲裁结果生效之前无法达成妥协方案的准备，因为过去中欧也有过在仲裁结果生效后才达成价格承诺方案的先例。而且这次在欧方仲裁结果生效之前几天，中欧主管贸易的高官进行了视频通话，相信也通报了相关情况。也是在那通电话中，双方同意启动下一阶段技术磋商。谈判的范围呢，实际上已经限定在进行价格承诺方面的这样一些磋商了。 也就是说呢，由这个出口商中国的出口商与这个欧委会就出口价格的一个合理的水平问题进行谈判，那么避免呢中国的电动汽车低价出口，那么给欧盟的同类产业造成损害或者是损害威胁。欧盟呢将派代表团来中国进行进行价格承诺方面的这个谈判，那么这就说明呢。 欧盟有可能在取得满意结果的情况下，对已经生效的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措施呢进行调整，比如说呢取消目前的反补贴税。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简军波告诉深圳卫视，预计此次中欧谈判除价格承诺外，还将就中国车企在欧洲进行投资进行谈判。相关谈判的目的依旧是寻找新的替代高关税的解决措施。 加上一个有关宏观上面的竞争原则的谈判，就是这个中欧之间的这种贸易争端，就是可以用一种原则性的，就是可以讨论这中欧之间到底用一种怎么样的一种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哈，包括怎么样去解决这相关的这种竞争冲突问题。 外界注意到，自9月20号以来，中欧技术团队围绕电动汽车贸易争端进行了8轮谈判，但没有达成一致，原因是多方面的。石小丽对深圳卫视分析，欧盟此次派官员赴华谈判，体现出中欧双方存在谈判空间，但最终结果仍难以预料。至于是否能够达成欧盟满意的价格承诺方案，或者是什么时候能够达成双方满意的一个谈判结果。 现在呢还很难下定论，尤其是呢美国即将进行大选，那么大选的结果是否会对中欧之间的这个电动汽车反补贴价格承诺谈判产生影响，也是很难预料的。与此同时，有报道称，中方建议国内汽车制造商停止对加征关税的欧洲国家进行大规模投资，例如暂缓在这些国家建厂，并鼓励投资那些投反对票的国家。对此，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在3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对于中欧汽车产业互利共赢的正常经贸投资合作，中方一直是支持和鼓励的。中方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坚持市场导向，立足充分竞争，与相关国家通过贸易、投资、技术等多种方式开展电动汽车产业合作，共同维护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并致力于绿色低碳转型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法国在欧委会投票中投下赞成票，但外界注意到，在仲裁生效后，法国贸易部副部长索菲·普里马斯被曝计划下周访问中国。他宣称要向中国讨说法，讨论中方对白兰地征税以及针对欧盟乳制品和猪肉行业展开新调查等相关事宜。法国呢，你这种说法其实是没有道理的或者没有根据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法国的这种说法呢，它那不可能你这个以一种不合法的诉求，然后又来个对你事实上对中国市场造成冲击的这种行为进行这种辩护，这两者都是不可接受的。欧盟是全球最大的白兰地生产地区，其中对华出口的白兰地产品几乎都产自法国地区，像宝乐利家、人头马君度等白兰地都是畅销中国市场的品牌，利润可观。法国干邑地区的白兰地生产商、葡萄种植者等从业者一直反对欧盟对华加税立场。We feel like we were sacrificed knowingly because we had the chance to explain several times what the impact of this potential taxation would be on our sector. France and Europe made this choice, and we can see that they're not hearing our demands and are willingly playing with fire. Those who took the decisions should own up to them, and we will not accept suffering in silence. 除白兰地外，以法国为代表的多个欧盟成员国的猪肉、乳制品行业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也很高。今年6月，欧洲行业高管和分析师分析认为，对于欧洲多国来说，中国是一个宝贵且重要的猪肉出口市场，尤其是在一些其他市场难以销售的特殊部位，中国市场几乎是唯一的销售对象。若中国限制从欧洲进口猪肉，欧洲猪肉行业将面临噩梦。观察指出，欧方的关税措施受到了美国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关税战是损人不利己的。有学者研究了自2018年美国对中国13项关键技术产品实施关税战以来，中国企业在这些产业领域的竞争力。结果显示，美方6年的关税打压、出口管制和金融限制效果适得其反。在电动汽车和锂电池等5项关键技术领域，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极大增强，目前已经跃居全球领先地位。而在另外7项技术领域，中国企业也加大研发投入，追赶的势头十分强劲。距离美国大选投票日还有不到5天的时间了，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的厮杀进入到最后时刻，双方背后的金主呢也逐渐浮出了水面，为他们摇旗呐喊。其中最为高调的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近日却因为每日撒币100万美元，深陷贿选门。他被要求于10月31号上午出席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举行的听证会。美国总统选举进入倒计时阶段。根据美国政治数据分析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哈里斯和特朗普之间的支持率相差甚微。7个摇摆州的93张选举人票将决定两人的胜负，而其中密歇根、威斯康星和宾夕法尼亚这3个关键的摇摆州尤为重要。特朗普10月30号抵达威斯康星州拉票，走出机舱后，他穿着一件橙色反光背心，坐上了一辆印有“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2024”字样的白色垃圾车的驾座。How do you like my garbage truck? This truck is in honor of Kamala and Joe Biden. 美国舆论称，特朗普此举显然是在嘲讽拜登将其支持者称为垃圾的言论。拜登此前一天在一场与西班牙裔民权组织举行的电话会议上脱口而出，称特朗普的支持者是唯一垃圾，引发轩然大波。He's failed businessman. He says immigrants are poisoning the blood of our country. And just the other day, a speaker at his rally called Puerto Rico a floating island of garbage. The only garbage I see floating out there is his supporters. 随后，特朗普还穿着这一身装束进行竞选演讲，期间他抨击哈里斯的竞选总结陈词无聊透顶，还当众播放哈里斯多次提及特朗普的鬼畜音频，称哈里斯患有特朗普精神错乱综合征。But she talked last night, and all she talked about was Donald Trump. Good evening, everyone. Tonight, I will speak about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Donald. 与此同时，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正在北卡罗来纳州参加竞选活动。他强调说，特朗普关注的是他自己的不满，而不是美国人的需要。On day one, if elected, Donald Trump would walk into that office with an enemies list. When elected, I will walk in with a to-do list. 距离美国大选开票还有不到5天，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的厮杀进入最后时刻，双方背后的金主也逐渐浮出水面，为他们摇旗呐喊。
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最高调的金主莫过于亿万富翁马斯克，但他最近因100万美元抽奖引火烧身。宾州费城首席检察官提出诉讼，认为这项抽奖活动涉及贿选。马斯克被要求于当地时间31号上午出席听证会。据统计，马斯克已累计捐款超过1.3亿美元。此外，从本月初开始，马斯克推出100万美元抽奖活动，规则很简单，就是在11月5号之前，他将面向7个摇摆州民众每天抽取1名幸运儿，无偿赠予100万美元。唯一的条件就是必须参与马斯克发起的支持言论自由和拥枪权的请愿活动。截至目前，马斯克已向幸运儿们发放了9张100万美元的支票，撒币大招收效很好。美国政治博彩网站最新预测显示，特朗普已经一马当先，赢得总统可能性已经高达66.3%，哈里斯已经下滑至不足34%，引发民主党的集体警惕。哈里斯的盟友表示，直接发钱的做法令人担忧，建议执法部门查一查。拜登在特拉华州投票后被记者问及马斯克的抽奖活动时，也做出回应。Do you think that's legal conduct? Do you think that's election interference? I think it's totally perfect. 美国司法部也警告称，抽奖可能违反联邦法律，会导致公共滋扰和不公平交易行为，可能干扰选举的公正性。This is an indirect way of paying someone to register to vote. 但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前主席斯米特直言，此举属于灰色地带。由于马斯克并不是直接付钱让人注册，而是付钱让人签署请愿书，所以没有越过红线。It's clearly not vote buying, because he's not paying anybody to vote or not to vote or to vote for a particular candidate. 现在地方检察官对马斯克的指控并没有直接针对贿选，而是说他进行非法的抽奖活动。按照宾州法律，抽奖应该是有政府许可之后才有权利做的，而马斯克没有经过地方政府的许可就进行发放这种抽奖的活动，很可能是要违反法律的。美国舆论认为，此时对马斯克发起调查为时已晚，距离开票日仅有5天，对特朗普阵营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而相关调查也难以影响马斯克本人的声誉。他此前接受美国保守派媒体人卡尔森采访时表示，已经对自己的押宝行为的后果有所预料，如果特朗普失败，自己甚至可能坐牢。If he loses, man, what? Dude. If he loses, you just be like, yeah. I'm like, how long do you think my prison sentence is going to be? Do you think? Will I see my children? I don't know. 美国《纽约时报》直言，美国总统选举的本质就是一场金钱与政治利益交换的游戏。真正决定大选结果的，并非选民手中的选票，而是两党金主的超能力。最新报告显示，今年美国大选期间，全美150个富豪家族为支持总统候选人和国会候选人，已花费19亿美元，创下美国大选年的新纪录，比2020年大选多出了7亿美元。Usually, candidates who spend more money win their races. But for presidential campaigns, things are a bit different. For example, in 2016,Hillary Clinton raised more money than Donald Trump, but she lost the election. 观察认为，美国富豪更多介入美国大选，一定程度反映出一个更为撕裂的美国社会。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裂也体现在美国媒体的站队上。除了富豪，美国各界名人的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选情。在包括泰勒·斯威夫特、碧昂斯、莱昂纳多等多位演艺界名人陆续公开宣布支持哈里斯后，10月30号，好莱坞著名影星、前共和党加州州长施瓦辛格公开表示，他将投票给哈里斯。施瓦辛格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写道：“将美国称为世界的垃圾桶是如此不爱国，这让我愤怒。在成为共和党人之前，我永远是一个美国人。这就是为什么本周我要投票给卡马拉·哈里斯和蒂姆·沃尔兹。”他的这段话疑似回应特朗普上周在亚利桑那州一场竞选活动上谈及非法移民时，形容美国就像世界垃圾桶。虽然表示会把选票投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但施瓦辛格坦诚，美国两党皆非其所爱。施瓦辛格还批评特朗普，称若他重返白宫，会让人们愈发愤怒、分裂和仇恨。Trump is a failed leader. He will go down in history as the worst president ever. The good thing is that he soon will be as irrelevant as an old tweet.
就在同一天，人类首次登月载人航天任务阿波罗11号的最后一位在世成员，也是第2位登上月球的人巴兹·奥尔德林，则宣布支持特朗普。这位94岁的老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特朗普的第1任期内，美国重新焕发了对太空的兴趣，而马斯克为特朗普助选，也是这位前宇航员支持特朗普的重要原因。奥尔德林称，在埃隆·马斯克等有远见的人的带领下，私营太空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对此感到热切和兴奋。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 life,He sai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ever made an endorsement. Never made an endorsement. I'm endorsing Donald J. Trump." Isn't that nice? So thank you, Buzz Aldrin. 近来，俄方宣称击毙了4名美加等国雇佣兵，这也是俄乌冲突以来已知在俄境内阵亡的第一批西方雇佣兵。另一方面，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日也证实了，他要求美国提供战斧远程导弹，以帮助乌克兰击败俄罗斯。但这一机密消息却被白宫泄露给了美国媒体。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乌东地区发起猛攻。俄国防部当地时间10月30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在147个地区打击乌军有生力量和装备集结地、军用机场的基础设施、油库和弹药库，击落67架无人机。当天，俄军控制了2个定居点，分别位于哈尔科夫和顿涅茨克地区。更重要的是，俄军表示已经占领了乌东关键城镇塞里多维。这意味着俄军距离攻占波克罗夫斯克又近了一步。事实上，俄军近来一直在尝试占领波克罗夫斯克，该市是乌东地区的重要后勤枢纽，而塞里多维位于波克罗夫斯克东南约18公里，是乌防御的重要集结地，也是顿涅茨克地区唯一仍在乌克兰控制下的煤矿所在地。此外，俄军已经完全控制顿涅茨克的战略要地塞里多夫地区。当地时间10月3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承认了在乌东地区面临的困境。他表示，乌军之所以在一些地区被迫撤退，主要是乌俄兵力相差悬殊，比值达到了1:8。乌武装部队少将德米特里·马尔琴科称，乌军在顿巴斯地区进展不顺利，原因包括缺乏弹药、兵力不足等。同一天，为了填补兵力空缺，乌克兰宣布展开新一轮的军事动员，再征召16万人入伍，预计在3个月内完成。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0号发布战报称，乌军对俄军11个人员集中区实施了打击，在位于顿涅茨克的库拉霍沃方向，乌军击退俄军42次进攻，乌军摧毁了俄军8辆坦克、29辆装甲战车、40架无人机。俄方近日还发布消息指，在边境地区挫败了一起破坏人员入侵的企图，并打死了4名外国雇佣兵。根据俄方声明，4名破坏分子在布良斯克地区被俄方人员和士兵击毙，并搜出了外国制造的武器以及加拿大国旗等个人物品。俄外交部发言人扎赫罗娃表示，被击毙人员包括加拿大、美国和波兰公民。对此，加拿大外交部表示，已获悉一名加拿大公民在俄罗斯死亡，但不会证实关于这名加拿大人是4名进入俄罗斯的外国战斗人员的报道。据悉，上述雇佣兵是俄乌冲突以来已知在俄罗斯境内阵亡的第一批西方人。观察指出，俄乌的一系列军事调动显示双方很可能在这个冬季迎来战役的决战时刻。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证实了他要求美国提供战斧远程导弹，以帮助乌克兰击败俄罗斯，并抨击白宫向美国媒体泄露这一机密信息的行为。They said that Ukraine wants or wanted a lot of missiles like Tomahawk and etc. But it was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between Ukraine and White House. How to understand these messages? So it means between partners, there's no any confidential things. 战斧导弹的飞行距离可达1500公里，射程比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远6倍。如果得到美国的允许，乌克兰将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这是基辅方面宣传许久的所谓胜利计划的关键部分，也是保密附件的一部分，但却被《纽约时报》所公开披露。一位匿名的美国高官表示，这是绝对不可能满足的要求。另一方面，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俄乌局势再次面临重要节点，两党候选人立场差异明显。哈里斯承诺继续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不会强迫乌克兰与俄罗斯和谈。特朗普则多次批评对乌军援承诺将尽快结束冲突。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此表示，对特朗普展现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意愿表示欢迎。То, о чем говорил господин Трамп вот совсем недавно, и то, что я слышал, он говорил о стремлении сделать вс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закончить конфликт на Украине. Мне кажется, что он говорит это искренне, и заявления подобного рода, от кого бы они ни исходили, мы, конечно, приветствуем. 乌克兰方面则表示，美国叫停对乌援助将意味着普京的重大胜利。Of course, we don't know who will be the president, but of course, we understand all the risks. I think not to support Ukraine, I think it will be big win of Putin and big loss of West. 值得注意的是，泽连斯基在近期的采访中还指出，乌克兰收到的军援只有美国国会已批准的10%。他还提到，北约国家承诺在9月初前向乌提供6至7套防空系统，以应对俄军的远程打击，但基辅至今未收到所有承诺的系统。另据路透社报道，乌军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季战役做准备，而此前俄军已空袭摧毁乌境内约一半的发电设施。此外，俄罗斯政府对谷歌开出了一张高达约35位数字美元的巨额罚单。这一数字不仅是远超谷歌自身的市值，更是将全球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堪称天文数字。据了解，这一事件起源于2020年，谷歌旗下的视频平台封禁了多个俄罗斯的媒体账号，并因此败诉，被俄罗斯政府处以每日10万卢布的罚款。有法律界人士称，如果9个月内未缴纳罚款，罚款的金额将会每天翻一番，没有上限。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罚款的金额将会迅速膨胀至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而谷歌若想重返俄罗斯市场，就必须遵守这一法院的判决。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韩国国防部长官金龙显30号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了第56次韩美安保会议，双方在会后发表了联合声明，强烈谴责朝鲜派兵援俄。奥斯汀称，身穿俄罗斯军服、携带俄罗斯装备的朝鲜士兵正往乌克兰进发。他表示，这是一个危险且破坏稳定的升级。We're closely tracking the unprecedented level of direct military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the DPRK. The evidence now suggests that North Korea has sent around 10,000 soldiers to train in eastern Russia. And some of these DPRK troops have already moved closer to Ukraine. And we're seeing them outfitted with Russian uniforms and provided with Russian equipment. And I am increasingly concerned that the Kremlin plans to use these North Korean soldiers to support Russia's combat operations in Russia's Kursk region near the border with Ukraine. 近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年度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母港。此次训练涵盖多海域且成果显著，其中辽宁舰和山东舰编队首次开展双航母编队演练意义非凡，歼15改进型舰载机也首次公开展示。据新华社31号的消息指，训练期间，海军辽宁舰编队转战黄海、东海、南海等多个海域，开展实战背景下多个科目综合演练，官兵全程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反应的作战状态。在南海某海域，辽宁舰、山东舰编队首次开展双航母编队演练，锤炼提升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双航母训练任务横跨中秋、国庆等节日，编队官兵坚守岗位，连续奋战，把对家人的思念和对祖国的祝福转化为一线练兵能战胜战的昂扬斗志，在远海大洋为祖国和人民护航。在当天下午的国防部记者会上，发言人张小刚也回应了相关议题。辽宁舰航母编队与山东舰航母编队在相关海域组织双航母编队海上训练，是年度例行性安排，主要开展实战背景下作战训练，进一步提升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中国军号发布了4张高清大图，新华社、央视新闻也先后释出视频，对外透露了更多细节。现在所在位置是辽宁舰舰岛，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辽宁舰航母编队正加速前往预定海域。
外界注意到，除了辽宁舰、山东舰外，舷号103的055型大型驱逐舰鞍山舰、舷号106的055型大型驱逐舰延安舰也出现在画面中。此外，还有2艘901型大型综合补给舰。香港《星岛日报》指，海面上至少有12艘各式舰船，而水面下的数量则不得而知。分析认为，055型大型驱逐舰作为航母编队履行远程打击、防空反导职责的重要一员，既可伴随编队行动，也可前出策应行动。大型综合补给舰则可以供应整个编队的物资需求，展现了双航母编队强大的综合打击能力和持续作战能力。此外，具备3代半特征的歼15改进型舰载机也首次公开展示，并以震撼的重型舰载战斗机密集编队亮相。12架舰载机在空中组成2个三角形编队，十分震撼，证明该机已经批量入列。歼15舰载战斗机是我国自主研制的首款舰载战斗机，又称飞鲨。该机攻防兼备，采用了双发双座的布局，具有作战半径大、机动性能好、气动布局佳等特点。改进型歼15在翼尖挂架、机头 IRST、雷达罩、前缘机翼等多处进行了升级。分析指，改进型歼15作战能力与空军歼16战机相当，既能在福建舰上弹射起飞，也能在辽宁舰和山东舰上滑跃起飞。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辽宁舰和山东舰首次以双航母编队的形式亮相，本身就是最大的意义。双航母编队被认为是一国海军实力的重要体现。在2艘航母已经展示过舰载战斗机单日持续出动能力约40架次的基础上，双航母编队不仅意味着战机出动能力的加倍，也使得编队可以根据任务需求灵活调整2艘航母各自的舰载机出动组合，更是以其无与伦比的强大气势，实现对周边敌对势力的震慑。我们说航空母舰呢是海上的最大的作战平台。目前呢，辽宁舰还有山东舰都属于大中型的航空母舰。那么2艘航空母舰呢，一般它就可以在海上持续的时间更长。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航母来争夺制空权，继而争夺制海权，然后来完成对海打击或者是对陆打击的这种任务，说明了人民海军的远海作战或者远海护卫的能力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新加坡联合早报指，中方此次并未写明演练的具体时间，但提到这次任务横跨中秋、国庆等节日，由此推算，训练至少从9月中旬到10月中旬。深圳卫视注意到，9月中下旬，辽宁舰首次前往西太平洋演训，这也是辽宁舰现代化改装后的首次西太演训。根据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的报告，辽宁舰在10月14号至15号的短短2天内，起飞了90架次的战斗机和50架次的直升机，总计140架次的舰载机起降。这一数字不仅创下了中国海军舰载航空兵日均起降次数的新纪录，达到了70架次每天。而2022年12月，辽宁舰赴关岛附近海域进行远海训练时，平均起降架次为23.6架次每天，最高30架次每天。这意味着不到2年的时间里，起降频率翻了一番。目前，辽宁舰已经入列12年，山东舰也已经入列5年。外界一直高度关注中国何时开始双航母编队时代。10月初，外媒炒作称，辽宁舰在结束西太平洋演练后，停靠三亚军港，与山东舰分别停靠在一座大型码头的两侧。在码头的短边还停靠2艘护航舰艇。两舰上次同框还是在大连造船厂，当时山东舰刚下水，尚未服役，辽宁舰也没有形成完整的作战能力。朝鲜31号早上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距离上次发射相距10个月。韩国军方称，朝方很可能发射的是固体燃料洲际导弹火星18型的改良版，也可能是全新的洲际导弹。外界注意到，该导弹发射前的5个小时，美韩防长正在召开商讨应对朝鲜派兵援俄的会议。同日，美韩110余架军机举行大规模演习。据朝中社31号报道，朝鲜国防省发言人发布消息说，朝鲜当天早上试射的洲际弹道导弹刷新了朝鲜战略导弹能力的记录，展现了朝鲜战略遏制力的现代性和可靠性。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现场指导试射，他表示，此次发射活动向近来故意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朝鲜安全的对手明确表示朝鲜的应对意志。朝鲜绝不容许任何威胁逼近国家安全。金正恩还说，要进一步完备核应战态势，朝鲜绝不会改变核武力强化路线。韩国与日本也监测到此次发射。韩国联合参谋本部31号通报，韩国军方于当地时间7时10分左右发现朝鲜从平壤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弹道导弹为洲际弹道导弹，以高角度发射，飞行高度约为7000千米，在飞行约1000公里后，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坠落。该导弹飞行时间约86分钟，创下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的最长飞行纪录。这是朝鲜今年以来首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距离去年12月18号发射火星18型洲际导弹已过10个月。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研判，朝军可能试射了新型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正在分析其是否使用12轴移动式发射车进行发射。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公报市长李成俊还认为，朝方也有可能发射的并非全新型号，而是火星18型的改良版。韩军公布的数据显示，朝方导弹这次以高角度，也就是略微倾斜朝天发射的角度，飞行了约7000公里。据测算，如果是现有的火星18型导弹，按照正常角度30至45度发射的话，可以飞行1.5万公里以上，射程覆盖美国全境。而31号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测算距离要大于1.5万公里。韩军研判认为，朝方可能加大了弹头重量，显示其完全覆盖美国全境的能力。它的性能比之前我们说公开的火星18的性能还是有一定提升的啊。它的射程比火星18很有可能还有一定的提高。所以呢，要么就是朝鲜方面更大的这个固体火箭发动机的弹道导弹，要么就是在火星18的基础之上，对它的性能进行了一定程度上提升。当然，这个提升是靠比如说发动机燃料，还是说靠比如说削减这个战斗部的质量，这个现在暂时还不能够确定。洲际弹道导弹被视为核武器的重要载具，朝方高度重视。去年4月13号，朝鲜首次成功试射火星18型洲际导弹时，金正恩就在现场指导发射。据朝中社10月23号的报道，近期金正恩视察了朝鲜的战略导弹基地。照片显示，金正恩站在起码4台火星18型洲际导弹的发射车前，听取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正直的报告。据此，外界认为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洞库阵地采用洞库部署、发射场坪冲刺式发射的部署和发射模式。这些照片也透露出，火星18洲际导弹在去年4月完成首次试射之后，目前已经进入批量生产和小规模服役阶段，又或者火星18首个战备值班单位已经基本成型。这次朝鲜发射洲际导弹的时机也耐人寻味。韩美防长当地时间30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安保会议，商讨应对朝鲜派兵援俄，并谴责朝鲜。就在美韩这次安保会议之后5个小时，朝方就发射了洲际弹道导弹。韩国方面评估，朝鲜此举可能意在表达对美韩的不满。另外，在美国大选进入倒计时5天之际，朝鲜发射洲际导弹也有向美国社会传递信息的用意。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发射导弹后，美韩防长又紧急加开会议，商讨应对措施。双方商定将实施由美方战略武器参与的联合演习，向朝鲜展示所谓同盟的反制决心。就在朝方发射洲际导弹当天，美韩也临时组织一场大规模空中演习，双方共有110余架有人及无人军机参演，包括韩国空军 F-35A、F-15K、KF-16等装有精密制导武器的战斗机，以及美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 F-35B、F-16等战斗机和 MQ-9 无人机。双方在半岛西部海域上空以及中部内陆空域组成大规模联合攻击编队，进行了多样的战术飞行和精确轰炸训练。如果说美韩不断的用演习去人为的在东北亚，甚至我们说在整个西太平洋制造紧张局势的情况之下，那么相关区域的国家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当然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动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美韩方面也应该认真的考虑自己所进行的大量的咄咄逼人演习，那么到底对这个地区会带来什么影响？但是我们说从美韩跟朝鲜之间的博弈的角度来讲，那么朝鲜方面应该来说，当然
认为还是要展示出足够大的威慑能力。韩国近日公布朝鲜派兵援俄的消息，并不断拉美日展开应对性商讨。分析认为，韩国十分忌惮俄罗斯与朝鲜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尤其是其中第4条与北约的共同防御条款高度相似。如果这次朝鲜出兵支援俄军，那么未来半岛一旦战火重燃，俄方出兵支援朝鲜将是大概率的事，这对韩国极其不利。有韩国及美西方舆论煽动韩国出兵或者支援乌克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此，韩国国防部长官金龙显30号表示，即便俄罗斯为回报朝鲜兵员而向其转让尖端军事技术，韩方也有能力克服这一挑战，并强调韩方不考虑向乌克兰派兵。